到真工坊小学堂古筝知识篇12，如何选择古筝胶布。网络上的古筝胶布五花八门，眼花缭乱，到底哪一个比较好用呢？容易流手汗的人又适合哪一种古筝胶布呢？那我们一起听下去吧。哦，对了，话说很久很久以前，在没有这么多种古筝胶布可以选择的年代，我们又是怎么样练习古筝的呢？在开始听故事之前，是不是先帮我们按个赞，鼓励一下呢？好的，那我们开始来认识一下各种不同的古筝胶布。首先，我们来看纸胶带。这个时期的古筝指甲主要使用的是像琵琶指甲那种上贴式的透明指甲，弹奏的是16弦或21弦的钢弦针。如果有用过纸胶带的朋友，相信你也经历过这个年代吧。那纸胶带呢，它非常的便宜，而且容易取得。那缺点就是它的纸质较硬挺，所以贴在手指上的手感较不舒服，不方便运指。加上纸胶带它防水的功能，反而使得纸胶带不够透气，手指非常容易流汗，造成纸胶带它失去粘性，甚至会容易断裂开来。再来还有透气胶带。那医疗包扎用的这种透气胶带呢，它的纸质比较软，所以它贴起来会比较服贴手指头，也比较透气。但是因为这种透气胶布，它主要是用来做医疗包扎用的，所以呢，它的宽度会比较宽，那需要自行修剪成适当的宽度，所以会比较麻烦。还有它另外一个缺点，就是透气胶带它的纸质比较薄，所以很容易就用手就可以把它撕断了。那因此呢，它在演奏的时候呢，也非常会容易断裂，不能够重复性的使用。每次练琴就需要再重新换一次胶带。古筝指甲逐渐从上贴式的琵琶指甲过渡到下贴式的指甲，古筝也从16弦钢弦针演变成21弦的尼龙缠弦针，因此纸胶带和透气胶带已经不堪负荷演奏技巧的张力了，开始使用这种粘性较强、有韧性的布面医疗用胶布。后来21弦的尼龙缠弦针流行之后呢，古筝双手演奏的乐曲与技巧呢蓬勃发展，所以大家开始广泛的使用这一种细卷的白色医疗用胶布。当左右手贴满了8片指甲的时候，乍看之下好像手指都受伤包扎起来一样，所以视觉上比较不美丽。但是这种白色的医疗用胶布呢，成为这个阶段的主流胶布。省吃俭用的大家，相信在当年都是靠着这款小个短袜的整桶白色医疗胶布拼命练琴的吧？聪明的大家是不是立刻联想到，既然都是医疗用胶布，那么国外的胶布会不会比较香？因此开始使用了国外的医疗胶布，还有韩国的医疗胶布。那这些标榜医疗级、防过敏，而且更适合手汗的族群。那究竟国外的胶布有没有比较好用呢？我们来看这一款外国用的医疗胶布，那它号称粘性会更强。那它的布料虽然比较厚，但是它非常的透气，容易流手汗的人呢大推，而且它颜色呢稍微比较接近肤色。我个人的使用心得是觉得它比较不容易有残胶，品质还不错。但是因为它的胶布的布面比较宽，包覆性更强，粘指甲的时候会容易超过手指的第一个指关节，在运指的时候会觉得比较没有那么灵活哦。再来，我们来看这一款韩国的医疗用胶布。那除了它写韩文的纸盒包装之外，感觉上和台湾一般医疗用的胶布其实差异性并不大。但是以粘性来说，那台湾的白色医疗用胶布呢，它其实更粘，所以比较容易会有残胶粘在手指上。但是韩国的这一款医疗用胶布呢，它使用起来会比较显得干净。就在大家心里都犯嘀咕着说，古筝怎么就没有自己的胶布呢？老是要用一些医疗用的胶布。于是厂商们听到了大家的心声，开发出了这种浅肤色的古筝专用胶布。基本上就是把原本白色的医疗胶布做成浅肤色的而已，但光是这一点突破就让针友们雀跃不已了。因为如此一来，浅肤色的胶布就和手指肤色较为接近，在视觉上也比较一致了。因此这种浅肤色的胶布呢，盛行了好长的一段时间。再来还有这一种绢丝胶布，这种是用绢丝的布面来制作的胶布，
它的布面呢透露着缎面的光泽，强调比一般的肤色胶布还更具有韧性，而且更加的亲肤透气，所以也推荐给容易流手汗的族群。那绢丝胶布呢，也是为古筝的胶布呢新增了另外一种高级感的选择哦。就在一切都习以为常的时候，缤纷的彩色胶布横空出世了。这为古筝的胶布呢，开启了一个崭新的纪元，激发了学生学习古筝的乐趣。那大家呢就开始搭配不同颜色的古筝胶布和古筝指甲，在烦闷的练琴时光中找到了一丝丝的小确幸。彩色古筝胶布呢，主要有2种，一种是机械打孔的，另外一种呢是天然的植物胶的，比较像是原本医疗用的胶布的材质。机械打孔的彩色胶布标榜着透气、舒适、亲肤，而且防过敏。但是它最主要的缺点就是不够黏。对于不容易流手汗的来说还可以使用，但是也经不起重复性的使用。每次在练琴之前呢，都需要更换一次胶布。那如果你是容易流手汗的族群的话，那就非常不推荐了，因为粘不了多久就会整组脱落了。一般在买古筝的时候都会赠送一些胶布，那配件所赠送的肤色或是彩色胶布大多都是这一种机械打孔的，那我个人会比较不推荐使用这一种机械打孔的胶布哦。最后我们来看这一款天然植物胶的彩色胶布，那它的价格稍微贵了一些，一样是透气吸汗的天然棉布材质，在手感上更为舒适。最重要的关键就是呢，它比较黏，那比较像是韩国医疗用胶布的粘性，可以重复性的使用。对于容易流手汗的人来说也适用，只是比较需要勤劳的更换。最后再和大家分享一下古筝胶布的保存方式。古筝胶布在开封使用之后呢，记得收纳在夹链袋中，避免氧化，不然它非常容易会干掉而不粘哦。还有古筝胶布呢，要避免放在高温的空间或者是阳光直射的地方。过热的环境会让胶质开始融化，甚至开始脱胶，这样胶带就不能使用咯。听了以上的分析之后，你喜欢哪一种古筝胶布呢？那真工坊帮你精选了天然植物胶的彩色古筝胶布，非常适合古筝的考级以及专业音乐会的演奏。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到我们的卖场去逛逛哦。欢迎订阅、按赞以及留言分享。那么我们下次见。